那段人去世了吗？对，是我前男友，也是这孩子的父亲。看着年纪不大呀。要是真能把顾景琛那个男人哭死，那也算功德一件。真可怜，也那么年轻就走的那么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哈哈。顾总，医疗团队已经准备好为您检查心脏。这背影倒是有点像，她那种没心肝的女人，不可能是她。那顾总这边请。大哥，明儿赶紧找个老婆生个孩子。像你这种心脏病患者，外加工作，猝死的概率是很高的。这你也看到了，人家虽然死了，但好歹还留了后，能给人家哭丧的。这你呢，孤家寡人一个呀。放心，就从我留下的遗产数额来看，应该会有不少人抢着给我送葬，而且保证不得一个比一个精彩。哟，就你这张嘴呀，女人亲上你得被你毒死，难怪你一直单身呢。爸爸，爸爸，哎，顾总，这是这小孩，你可别乱叫，一回来还抱你爸，这多晦气啊！他就是我爸爸，我看过爸爸的照片，和他长得一样。哎呦，表哥，你还真别说啊，这小孩跟你小时候长得真挺像的。要真是你儿子的话，这姑姑他们也不用着急上我，跟你结婚了啊！我有没有小孩，我自己能不知道？啊，也是，还是要讲科学依据的，毕竟一个人是生不出孩子的。小二，你认错人了啊！走吧。安安，你心脏不好，不要总是乱跑找爸爸。现在葬礼都已经办了，你总该相信，爸爸已经不在了吧？安安知道了，妈妈，我对不起。真乖。安安的心脏手术时间啊，已经定下来了，需要在月底前交清50万的费用。50万？有困难的话可以延后的，只是不能再延。不，就是50万嘛，小意思，很快就能走了。哎，妈妈再见。苍天啊！我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不偷不抢，上哪去凑这50万啊？谁说你们这来这么要？温小小，好久没见了。你就这么缺男人，下作要跟你妹妹抢？没有。这温如海从今往后当没有你这个女儿。景琛不过是礼貌性的问你一句，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真敢上前去给他拍照片，拍了照片还学会了私藏。你呀，是没有机会和我抢男人，敢对我的人动心思，就永远滚过文姐！你就这么缺男人，
夏多多要跟你妹妹抢，温如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Close your eyes, can't you stand? 一淋的雨，有点像他们。温如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你。你呀，是没有机会。Just holding on to your heart. 魏瑶，你们母女鸠占鹊巢，还将我赶出温家，你们不是觉得我没资格争吗？那我就偏就失了你心上。顾景琛，再不见。没想到刚回临城，第一个遇见的熟人竟然是他。糟了，我不能让他知道安安的存在。温小小，这么久没见，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我知道的是他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见到了吧？哎，这谁这是？哪一向面瘫了你这么大白呀？啊！一个骗子，去查他什么时候回的临城，现在在哪里？这骗你什么了呀？喊你气成这样子！哎，小心别把心脏给气坏了！好困啊，又是一宿没睡。不行，打起精神来，只有多接几个私活，才有可能凑够安安的手术费。喂，这里是志格摄影工作室。慕尚，你是说国内4大周刊之一的慕尚？好好，我明天一定去。哎，谢谢啊。Yes。顾总，对慕尚杂志的收购已经完成。温小小，这次看你往哪里跑？温小小。你好，我是温小小，曾经在南省摄影大赛上取得过第1名的成绩，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您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参加的是慕尚的面试。你没走错，慕尚就是顾氏集团下的，而我就是你今天的面试官。你不会是故意的吧？当然不是。顾城查到温小小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他很需要这次机会。我很需要这次机会，才有可能帮安安凑齐手术费。他一定会求我。我干嘛非得求他呀？3、2、1。顾总，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我？你拿什么求我？你拿什么求我？要不这样，我呢给你拍张照片，你要是觉得满意的话，你就用用啊，怎么样？你平常对模特都这么直接拍，连动作都不拍。啊？
过来。帮我整理衣服。怎么，作为摄影师，难道你连这点基本的专业素养都没有，还需要我来教你吗？这可是你说的。你，顾总刚刚不是说把你当成模特吗？你不用模特，也这么轻蔑。对啊，这是我的工作。你看，你的面部折叠度特别高，非常上镜。我当年给你拍了这幅。哎，这张满意吗？满意？你这么贵吗？我觉得满意。等一下，我没说。等等，你已经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明天呢，我会去拍摄现场，你记得让财务赶快给我啊。温小小，算了，我有的是机会找你算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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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顾景琛跟温瑶在一起，也肯定不是什么好鸟，但总算做了件好事儿。谁不长眼？温小小，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温瑶怎么给顾景琛哭完丧以后变得这么晦气？一连撞见2个最不想遇到的人，6年了，温瑶应该早就跟顾景琛在一起了吧？说话呀，哑不拉？我们很熟吗？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等一下，你该不会是贼心不死想进顾氏接近景琛吧？我告诉你，我早就和景琛在一块儿了。我今天来给他送饭呢，就是要警告一些有非分之想的女人。那你加油，期待有一天呢，能在新闻上看到你成为名正言顺的顾太太。拜拜。当年一时冲动，为了报复温瑶，跟顾景琛有了荒唐的一晚上。现在我只想好好完成项目，凑齐手术费，让安安能平安顺遂的长大。温小小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也知道景琛之前没答应和我在一起，在嘲讽我？不行，我绝不允许这个贱人踩到我的头上。不管他是怎么进顾氏的，我都要让他赶紧走人。收工了，大家辛苦了。完成这次封面的拍摄，就总算能收到第一笔大款了。好。天哪！谁这么不负责任，把相机放在全是水的地方啊？温瑶，是不是你干的？怎么回事啊？哟，温小姐，您怎么了？哎，你们的员工不小心把相机给弄坏了，我好心提醒，他现在要把责任全都赖在我身上。什么？吴小姐，相机坏了，你刚才的照片备份了没有？还没来得及备份。模特都已经走了，你给我出这种岔子，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你赔啥的水吗你？刘主管，这水一看就是有人故意搅在上面的。你还想狡辩你？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了，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设计师，根本就不会待在我们幕上。果然呢，只会给我们添麻烦。温小小，我告诉你，这件事如不追责下来，
这不仅仅让你走的那么简单啊！刘主管，你听我解释嘛，刘主管，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我斗。顾总，温小小，哭有什么用？你那点家底，估计都不够赔的吧？不过，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的机会。你好好想一想，该求谁？温小小，敢耍了我就跑，就要付出代价。没错，温小小，就算是为了安安，你也绝不能放弃。顾总，怎么，一天一夜，终于想清楚了？我想要的只是他一个解释。他这是做什么？难道他还想和当年一样？这是照片啊，我搞定了！啊，就是杂志封面的照片。你不是说让我想想求谁该怎么求吗？求求你，爱丽丝，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真的，这是你们造的之后，凭什么让我们逆来顺受？别再来找我！我，爱丽丝，你怎么还在这？你不会一晚上都没走吧？算了算了，真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要拍就拍吧，不过我只能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1个小时够了，你放心，我绝对给你拍出最美的照片来。先给我，终于求的模特让我补拍，你快看看能不能温小小，怎么了？你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我做错什么了吗？出去。果然，我就不该再管他的事。温小小，病人是因为长期得不到休息，劳累过度，所以才会突发性昏厥。之后一定要引起重视，保证充足睡眠，多补充营养。即使过得这么不如意，也不愿意回来找我。温小小，我就这么让你讨厌我？陆景琛，别走。既然不在乎，又为什么要在梦里叫我的名字？只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考虑不计较。顾真真，照片我都交给你了，你不能口无遮拦。温小小，顾总，顾总啊！顾总，我这是在哪儿啊？医院。你躺那儿舒服，你耽误了我整整1个下午的时间。顾总，我现在马上去公司，对不起。顾总，躺回去，别死在公司，还得算工伤。哦，顾景琛这是更年期了吧？好赖话都让他给说了。顾景琛，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在这她心中。顾总，那封面照片不通过。温小小，我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你最该求的人？顾总有心脏病，一向看不到他有什么情绪上的起伏。这期杂志有那么重要吗？顾总，您上哪去？给他拿药。把顾总气成那样，温小小肯定是完蛋了。不过，这女人倒是有几分姿色呀。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有心情在这啃苹果呀你？照片我不是都交给顾总了？你随手一拍的照片也能当幕上的封面，顾总没有审批通过，现在啊，只能重新找模特和摄像师补拍了。既然是你犯的错，那这所有的费用都要由你来承担。我现在找顾总，我一定想办法把他。哎，你能有什么办法呀？你顾总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你。刘主管，你想干什么你啊？哎，这赔偿金你肯定赔不起吧？不过你要是愿意陪我睡一觉的话，我倒是愿意帮你解决这个麻烦，怎么样？我呸！你还真是癞蛤蟆装小青蛙，你长得丑玩的花呀你啊！温小小，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死变态，臭王八！你敢性骚扰老娘啊？你也不撒谎的照照你自己！臭婊子还想立牌坊？那天我都看到你发信息了，你未婚先育，孩子都几岁了，你就是一个别人玩腻的烂货。连给自己孩子看病的钱都凑不够，你还装什么清高？你呀，你就这个身体，还能值几个钱？救命！他刚刚说什么孩子？他刚刚说什么孩子？温小小，我问你什么时候生的孩子？不行，绝不能让顾景琛知道安安是他的孩子。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他造黄谣呢，他胡说八道，你怎么连这种话你都信啊？亏你还是总裁呢！嘿，我造你什么黄谣子？你本来就是个……你亲眼看见了？你没看见你说什么说？就因为你看到一条短信，你就说那孩子是我的？我给我客户的孩子拍张照片，这不很正常吗？刘主管，我知道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你也不能吃不着你乱喷吧？你个臭婊子，你居然敢！刘主管，顾总，出去。气死！我再出去一会儿，你就能闯祸。温小小，你可真得惹是生非。我，哎，拜托，明明是我回去。干什么？看一眼你的伤口，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你看伤口就看伤口，你凑那么近干什么你？放心，要不是怕你讹我，再大的伤口都懒得管。轻点儿。疼！对于你这种人来说，疼点才能长记性。顾景琛，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对我这么大意见？
无冤无仇。我知道了，该不会是喜欢温瑶，所以故意替他拿我出气吧？温小小，我真想把你这个蠢脑袋敲开，看看里面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是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上回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你爸爸。我知道，但你和我爸爸长得好像。叔叔，你能再让我看看你吗？妈妈说这叫睹物思人。这不着调的感觉，倒是和某人很像。电视上面说，拔叔叔一根头发就能确认是不是爸爸。但是做 DNA 检测，拔一根是检查不出来的，差不要多拔几个。顾总，安安，阿姨是不是跟你说过了，晚上要乖乖上床睡觉，不能乱跑？抱歉，顾总，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我们也不好管得太严厉。既然这么讲，他也有心脏病。没事儿，我挺喜欢他。这个顾总向来不苟言笑，连院长见到他都带起不干喘，没想到对小孩还挺有耐心。我下个月就要做手术了，在这之前你能过来看我吗？安安，顾总人家很忙的。顾总，没事。好，叔叔答应你，在你做手术之前一定过来看你，好不好？一言为定。好。好了，安安，咱们回去睡觉吧。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妈妈，你怎么来了？想不想妈妈呀？想不想？想。好的，一会儿我。妈妈，你怎么来了？想不想妈妈呀？想不想？想。好的，一会儿我讲故事听。顾总，顾总，刘主管的事儿你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来教你？开说。给他升职加薪。加薪250块，让他把公司厕所卫生打扫干净，不能出现一丝脏污。这是公司派给他的重要任务，要是出现一点纰漏，明白。唉，顾总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刻薄难搞啊。我说过来，我有一个小秘密告诉你。小红说什么秘密呀？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妈妈，妈妈在呢，来睡吧。顾总，出去。其实这么看，顾景琛人也不坏。如果他知道真相，凑齐安安的手术费，或许就会容易很多。我坚持隐瞒，是不是太自私了？小小，恭喜你啊，
虽然说中间出了点小差错，但是这次杂志的销量不减反增，大家都在夸室外摄影更符合主题。就是啊，而且我听说刘主管这次呢还因为你的这件事又升职加薪了。温小小，你可真好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顾景琛喜欢欧阳能是什么好东西？幸好没真告诉他安安的事，否则他没准以为我要碰瓷，还不知道会对安安做出什么来。小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了一个讨厌的人，希望以后再也见不到。请员工温小小立刻前往顾总办公室。请员工温小小立刻前往顾总办公室。请员工温小小立刻前往顾总办公室。温小小是谁啊？不知道啊。温小小，温小小，你和顾总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他找我肯定有工作上的事情。这顾总和我们之间可是越了好多级呢。你个外聘的摄影师，他找你能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啊？行了，我们都懂的，去吧，别让顾总等急了啊！哎，那个我去，哎呀，去吧。顾景琛，这个混蛋！顾景琛，这么大张旗鼓的叫我过来，你最好真的有事儿。景琛，这位是。景琛，这位是。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温小姐。妈，你别瞎说。他应该是在说我瑶吧？嬷嬷，你误会了，我不是。没误会，没误会，好孩子啊，快让妈，快让阿姨好好看看。真好，这孩子。哎呀，我就知道景琛突然让家里的阿姨做2份餐带到公司，肯定有事儿。这不，让我宰个正着。啊，小美女，你家里有几口人啊？父母是做什么的？生辰八字是多少？我认识一个大师啊，算姻缘很准的。哦，对了，你跟景琛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阿姨，我真的误会了。误会，我很准，我一看以为是。我先带您出去吧。啊！记得常来家里玩啊！要是擦枪走火了，赶紧登记结婚，不然孩子不好上户口的。爸爸再见！再见！常来玩啊！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还是你上次的失误，虽然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但依然有惩罚。什么都可以，不能扣工资。什么意思啊？从今天起，你每天中午来我的办公室，给我挑菜。挑菜？挑菜？病人是因为长期得不到休息，劳累过度，所以才会突发性昏厥。之后一定要引起重视，多保证充足睡眠，多补充营养。小小，你怎么天天吃泡面？我妈怎么样？对，就是挑菜。我蒜不吃生的，葱不吃熟的，姜不论生熟都不吃，不吃青椒，不吃香菜，不吃植物的茎，不吃动物的皮，不吃禽类的内脏。你就负责每天把菜里的这些给我挑出来。真不愧是万恶的资本家，这事儿也太多了吧？那既然如此，那做这些菜的时候就不要放那些嘛。怎么，你更想被扣工资？当然不是，这么好的事儿，
我当然是一马当先，义不容辞啊。那另外一份是给你的，别多想，这一份本来是给李特助的，他今天刚好有事儿，便宜你了。那我就不客气了。顾总，给。筷子。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就是？如果这就是我办事不力的惩罚，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好吃。喂，还出事了！还出事了！怎么了？温小小，温小小，你为什么会从景深的办公室出来？我在门口等着你。啊，温小小，竟敢这么和我讲话！景琛，怎么是你啊？谁放你进来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欢迎我。你刚才是在和温小小一起吃饭？是温小小之前工作出了差错，作为惩罚。现在要帮顾总挑菜。没想到那件事不仅没能让温小小被开除，反而让他有了接近景琛的机会。这厨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你的口味都不记得了？别吃这个了。吃我的这个，我这个可是亲手为你做的，完全符合你的胃口。我这个可是亲手为你做的，完全符合你的胃口。吃我的饭。谢谢了，我已经吃过了，以及。如果你身上有跳蚤的话，就快点去洗澡。啊，你！我还有事儿，得负责送客。对了，事后记得让人把办公室消个毒。景琛，死直男，什么跳蚤啊？看不出来人家在勾引你。温小姐，请吧。不用送了。景琛，师姐，你别给我孩子呀！温小姐，不是温小姐，是我呀。刘主管，你怎么在这儿啊？温小姐，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我被那个温小小连累，被罚我扫公司所有厕所。这公司一共有10几层，全让我一个人扫，我都快被这厕所腌入味儿了。你们，我可以帮你调换岗位，但是你要先帮我做一件事情。温小姐，只要不让我打扫厕所，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温小小，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触我眉头。你敢出现在景琛身边，就别想好过。臭婊子，谁让你得罪了温小姐？这次是你活该。刘主管，温小小，会不会骑车呀你？刘主管，明明是你撞了我不跟你掰扯。来，看到没？我的车机都被你给蹭掉了，还想跑？赔钱啊！你把我撞了，我没跟你要医药费，你还跟我要这钱了？你放开！你今天要是不赔钱，就别想走了。我要是报警让你6万钱的话，公司马上就会开了。看就看，我没时间跟你掰扯。你可不能走。拿来！给我！拉过来！刘主管，那10几层厕所还不够你扫？不，保重！李科助，继续安排。明白？不是啊，这。温小小，看来你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我的照片一直都在你包里啊。糟糕！之前给顾景琛定制的遗像样图，我竟然忘记拿出来。让我们过他这个表情，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起床！我说是巧克，刘总，我早就说了，温小小这个女人心术不正，她手里边的照片可都是证据啊。你上次不勾引我，我可是拼命反抗啊！刘总，我可是不会。你放屁你！你还真是屎壳郎戴面罩，你臭不要脸你！你两个一只小的跟炒豆似的在你脸上乱蹦，你头发连到一起都不够你上吊用的，我碰了我过你！你还想狡辩呀你啊？看这照片怎么说啊？还说没勾引顾总，那你打印这么大照片干什么？关你屁事！还给我！我就算打印裸照都跟你没关系，给我！顾总，我就说了，温小小这个女人，她早都没该拍出来。给我！够了！给我！真是不要脸！顾总，对，这是证据，确实得保存着。顾总，您消消气，温小小算个什么东西啊？也配觊觎您？刘主管，哎，我厕所马桶上那颗钻石是被你刷掉的吧？啊？这个钻石也不大，140万，减去你补车漆的钱，共计139万零7000。去跟财务结清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人了。不，你可以直接走人。顾总，明明是温小小她。你上班时间私自外出，故意撞伤员工，还涉嫌敲诈勒索。我的行车记录仪已经记录下你故意撞人的全部过程，如果有不符，你可以交给警察来处理。不用了，顾总，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没事吧？没事，谢谢顾总。这次我只是路过，刚好碰到了。你可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还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其实，如果你顺路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送你一程。温小小，顾总，咱从公司出来都更一路了，还跟吗？温小小，我倒要看看你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安怎么样了？安怎么样了？别担心，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其实本来今天是我换班休息的，我听到安有事儿，我就立刻过来了。我以为我再见不到安了。没事，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手术不能再拖了，需要尽快走起才有。我知道。温小小，原来你那么着急，是为了一个男人。也是，像他这种玩弄感情的女人，就不该对他有什么期待。景琛回来了，哎呦，老天保佑啊！本以为闭眼之前抱不到我的乖孙了，没想到啊，臭小子突然开窍了。看来每年给祖宗烧纸不白烧。哎，没想到表哥你看起来这么俗套啊，还挑菜工呢。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情节？你别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水灵了，我是一看就喜欢。再跟我提她啊！再跟我提她哎，阿古，这表哥是不是生气了？你懂什么？谈恋爱的人情绪就是这么不稳定，生气了说明动真感情了。哎，去，你不是恋爱经验丰富吗？指点指点你表哥。哎，去呀！来。哟，表哥，至于吗？怎么还喝着酒了呀？你来做什么？我听顾母跟我说啊，给你挑菜这姑娘呢，就是上次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吧？看来啊，她呢不是骗走了你的钱，是骗走了你的心。啊？别想多了。不是哥，你跟我就没必要说假话了吧你？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我还不至于看上这种女人。装，再装，都酸成这样子了，还要装作不在意，难怪单身到现在呢。行，也是啊，那你呢，就主动退出吧。祝人家早生贵子，白头偕老。你呢，就给人家批批婚假、产假，多祝福祝福人家，别再让人家做什么挑菜工了啊！凭什么？他做梦。哎，这就被查出来了，这果然令人神降智啊！看来我表哥呀，是真的陷入爱河了。顾总，温小小说今天拍摄太忙了，中午挑菜来不了。这是公司对他的惩罚，他这是没来过。哎，顾总，他说过段时间他有嘉宾不会来的。顾总，您去哪儿？小小，你还没吃午饭吧？不去歇会儿？不吃了，我下午接了个活，早干完早收工。你呀，可真够卷的。没办法呀，有事要紧。行了，我去忙了。好。蓝医生，我在工作。啊，没事，你说。小心！
Beneath the endless sea of stars, lost in the glow of bird light. 구름 속은 헤매이다 잠시 날 본 것만 같아.丁总，没事吧？没受伤吧？要不要去医院？没事，不用。温小小，跟我来办公室。大家都去忙吧，一起忙吧。温小小，工作现场也能走神，索性只是个灯架，要是别的东西呢？你脑子里整天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对不起，安安，是妈妈没本事，才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头。你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有失望。抱歉，顾总，我最近的状态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没有耽误工作，我保证，下次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过来。帮我脱衣服，处理伤口。啊，顾总，让我给你脱衣服。怎么？怕他知道？怕他知道？他是指温瑶吗？顾景琛又抽什么风啊？你都没什么好怕的，我有什么好怕的？你跟别的男人也是这么脱衣服解扣子毫不避讳的吗？那怎么了？我不是没看过。疼吗？不疼。你为什么要帮我挡着？我没看清是谁，就上去挡。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就不挡。也是，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说了你就信，真是没良心。收工之后，写份检查报告，好好反思一下在拍摄现场的安全问题。果然，这才是顾景琛的真正人格，资本家周把皮。知道了。喂，梁医生，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现场有点事儿，电话突然挂了。制定手术方案。好，谢谢你。哎，警察，您上次让我留意的那个陌生小男孩最近情况不太好，需要马上手术。我下个月就要做手术了，在这之前你能过来看我吗？上次的定检结果应该差不多出来了，晚上去趟医院。好。不该在线上打电话，没注意到安全环境。妈妈，你在干什么？我在写检查报告。啊？
妈妈，你这么大人了，还被罚检查？该死的顾景琛！收工之后写份检查报告，好好反思一下在拍摄现场的安全。他是顾氏集团的总裁还是小学生班主任啊？还罚我写检查，害我在儿子面前颜面扫地。儿子，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有句话说得好，叫学到老，活到老。妈妈虽然已经是大人了，但是也会犯错啊。但是犯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谦虚而敬业的心啊。明白吗？明白。妈妈真厉害，安安最乖了。顾总，这一次检查下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让顾夫人放心。只要定期做检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对了，我之前认识个小孩，也是你们医院的病人。哦，您说的应该是安安吗？也是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过是单亲家庭，经济条件没那么好，小小年纪就没了爸爸。哎，真是可怜呐。安安，这个名字似乎最近在哪儿听喂，安安出事了！这样，要是他还没休息的话，带我去看看吧。哎，病房就在前面，走。叔叔，你真的来看安了？安，你家里人就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妈妈刚走，妈妈要赚钱给安安看病，每次回来只能看一小会儿。安，晚上做手术了，怕吧？有一点儿，但梁叔叔说，安安只有做手术才能好起来，不能怕。真勇敢。偷偷告诉你啊，叔叔小时候也有心脏病，其他人怕我突然发病，家里人怪罪，都不敢跟我玩。只有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偷偷带着我出去玩。可惜啊，他已经不记得了。安安也很想去游乐场玩，但妈妈说我心脏不好，不能出去玩。哎，等手术做完之后，叔叔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真的吗？拉钩。拉钩。叔叔保证。顾总，顾总，缴费单、检查报告单，这份是我的检讨书。温小小，你站住！你趁景琛不在，一个人鬼鬼祟祟在他们办公室里，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拿出来！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大半天见鬼了！鬼偷的让……这么想走，你一定偷了东西。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个温小小啊，是温瑶同父异母的姐姐。之前呢，就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家里东西，这才被温叔叔赶出家门的。他一个外聘摄影师，
整天往顾总办公室跑，本来就不正常。我看呀，他就是老毛病又犯了。强，没想到温小友是这种人。我平常看他就像缺钱的样子，保不齐是真的呢。魏瑶，我为什么被赶出家门，你心里不清楚是不是？从小到大，你用这样的路数栽赃陷害我多少次？你有完没完别？一条丧家之犬而已，我有什么必要陷害你啊？我早猜到你刻意接近景琛，就是居心不良。果不其然，你的品性怎么还是这么卑劣啊？既然这样，那我就替父亲好好教训教训，以免你出去丢了我温家人的脸。正直就血口喷人，嘴这么臭，怎么好意思乱喷的？嘴这么硬，好啊，那就搜身。你们两个去把他衣服给我扒下来。你们要是怀疑我，可以调监控，可以报警。我人就在这儿，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没有偷东西。听人废什么话？给我搜！景琛的袖扣已经被他们藏在了手心里。温小小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不行，包里还有安安的病历，绝不能让魏瑶知道安安的存在。是你们先交给我的。不好意思，我可是把安安从小抱到大练出来的力气，你们还真打。温小小，我要杀了你！温小小。住手！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温小小，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吐这么大脑子！是他们先招惹我的。温小小，你还敢狡辩？景琛，明明就是他在你办公室里偷了东西，被我们发现了。只是让他归还东西，他不仅不还，还出手打伤了我的2个姐妹。我没偷东西，那就让我们搜身啊！这里是顾氏，不是温家。温友，你适可而止。他一直护着他那个包包，明明就是有鬼。有什么鬼啊？我没鬼，没鬼，你结巴什么啊？他从刚才啊就藏着掖着，不肯让我们碰这东西啊，肯定就在包里。就是他把我们打成这样，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怎么连查也不查呀？我包里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凭什么要给你们看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哎，给我！你给我！这么害怕，不会是偷的公司的重要文件吧？不可以！顾景琛！病历、报告单，你都看到了吧？不是公司机密文件。再纠缠下去，迟早会露馅。顾总，既然已经说清楚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慢慢聊，拜拜。啊！谁让你走的？你给我回来！够了！我不想看到大家讨论故事，再有你跟景琛，把他带走。这个贱人，当年就是在景琛面前装可怜博同情，现在竟然勾引了景琛这么维护他，本来只是想让你走人，这下也怪我下狠手。温小姐，请跟我离开。不用你送。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个温友还真是害人不浅。还好顾景琛没反应过来，不然我就真走了。哎妈呀！是吗？
问你话呢，什么就走了？我是说，还好顾总及时赶到，仗义执言，不然我就真走了。把头发理理，像什么样子？身体还没有养好，就着急回来工作，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到底什么病？刚才那个检查报告呢？拿给我看看。那不是我，是我一个朋友，他生病了，我陪他去了他医院。报告我忘记扔了。给你看，给你看。啊，以安看到了吧？不是我。朋友。是男朋友吧？其实过去的事情我早就已经不记得了。你和谁交往是你的自由，你没必要在我面前遮遮掩掩的。你什么？我没有男朋友啊。你没男朋友？对啊。顾总，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去工作了啊。哦，对了，你上次让我反省写的检讨书，我已经放在你桌子上了，你记得看啊，拜拜。没有男朋友。他说他没有男朋友，他是在跟我解释。当然啦，解释就是暗示，温小小这是暗示你主动呀。顾总，他们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还真敢想啊！对，顾总说的对，温小小这是痴心妄想。他们经常欺负他啊？谁？温小小。这我倒没听说，不过他是外聘摄影师，又是空降母上的，排挤多多少少有一点吧。既然顾氏集团已经收购了母上，那就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走，去看看。宝贝，你把你的领口打开。你等我一下，来，拿着。多多，有没有领带？好，有，来一条，我来系着。秀秀，去拿一瓶精油。秀秀。小小，小小，摄影师，你怎么回事？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戴维老师，我真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你看，顾总，这个我真不是有意的，你刚叫我名字吓了我一跳。顾总，你跟我过来。哦，对不起啊，那个不好意思，快，不好意思。温小小，你知不知道工作关系也需要保持距离？啊？
我那是为了给他调整姿势，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嘛。你只是摄影师啊，你不需要离模特那么近，更不需要把手放在模特的身上摸来摸去。顾总，你误会了，这对我而言只是工作而已。怎么被你说的好像我骚扰他？那上次我给你拍照的时候，你不是也需要这样调整？在你眼里，我和他一样。当然，虽然 David 呢长得又高又帅，身材好，不过在我眼里，您跟他一样。本来呢，这段时间看你表现不错，准备季末给你发一笔奖金。现在你的奖金没了。为什么？毕竟我跟那个 David 一样，那个 David 应该没有义务给你发奖金。顾总，是错了，你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重新说吧。出去。哎呀，再哼唧一声，藏你口子里。顾总，虽然那个 David 私生活风评确实不好，但温小姐应该没有那个意思。是吗？那以后风评不好的模特就直接筛去了。是。顾总真是一碰到温小姐的事，就跟变了一个人。小小，顾总都好几天没喊你中午去他办公室了，怎么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闹别扭呢？你别胡说，我跟你没有关系。行行行，也不知道是什么情侣之间的小情趣。顾景琛确实好几天没叫我去给他挑菜，我要不要去解释一下？没了。等等，疯了吧？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财务申报的时间已经过了，就算解释，他也不可能把奖金补给我的。小小，你看，网上有人说你剽窃。慕尚现任摄影师温小小曾经的获奖作品与我已发表的摄影作品光影构图创意都一模一样，涉嫌抄袭。希望慕尚和顾氏集团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拿给我看看。这照片是我高中时候拍的，只是当时的底片丢失了，所以我才重新调整设计，拿去参赛吧。你知道，肯定是温瑶，只有他有这张照片。连底片都没有，谁知道你说的是对是错？陆少是不要剽窃的员工的。我要是你啊，我就自己走，以免被赶走的时候更丢人。事情还没定论呢，你给我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不用你操心，我虽然没有底片，但是我朋友那儿有能证明我没有剽窃的证据。你说的是什么？那等着我拿证据。好。刘珊，我是温小小，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让你帮忙，你明天有时间吗？好，那我把餐厅的地址发给你。明天见。刘珊是我学生时代最好的，当年我洗过很多照片送给她，只要能拿回1张就行。刘珊，这样，小小。烦死我了！你快坐。服务员，点菜。
给我吧，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哎呀，你点吧，跟我还客气，你点，你点，你点，那就我点。哎，这个龙虾，我们店里新运来的法国蓝龙虾，口感香甜鲜嫩，就是这个价格，想吃就点。多少钱？也不贵，只要888，一斤，1只，那确实不贵，就来2只吧。但是这光吃龙虾也吃不饱啊！哎呀，那还真是巧了，我们后厨刚刚空运过来2块顶级的日本和牛。这真巧啊！看来是为了庆祝我们重逢啊，那必须得来2块。哎，好嘞，2块顶级的日本和牛。哦，对了，还有我们店长私藏多年的罗曼尼康帝。要不是看小姐您品味非凡，一般人我都不带推荐的。私藏多年，我看你是卖不出去吧？小小，这好菜没有好酒搭配是没有腔调的。哎呀，算了，刘山也不是闺蜜，酒别重复，还是别扫兴。开吧，开吧。哎，好，好嘞。咱们今天一定好好吃一顿，吃得开心啊！小小，你怎么不吃啊？没事，你多吃点啊。刘莎，你记不记得以前我给你拍过很多照片，然后还做了一个相册送给你，你记得吗？对，网上的新闻我看到了。你说的是这张照片吧？对，就是这张。刘珊，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哦，是吗？你干什么？温小小，你还以为上学的时候吗？一顿饭就想收买人心，真蠢！刘珊，我以为我们一直都是朋友。朋友，你也太天真了吧！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温小小，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都不我了。咱们走吧，朋友。哇，这张照片你把我拍的也太好看了吧，小小！那我要跟你当一辈子朋友，让你给我拍一辈子照片。算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小姐，您单还没买呢，一共4813。啥？您是现金还是刷卡？某条跟某贝，这样的顾总，温小姐的事，舆论已经愈演愈烈了，像是有专业的团队在操作，您真的不帮忙？这种事情应该员工自己来解决，而不是公司出面。可温小姐她自己的事情她都没想来找我，你替她操怎么行？出去。是。咋了？哎，小小，那个领导说这一期的杂志拍摄你就先不参加了，还有在自证清白前，可能对他挺心有之了。啊？那我岂不是1分钱工资我都拿不到了？安的医药费还没攒够呢。前几天口口声声说有证据，到现在也没拿出。
想拿工资？少说两句。小小，这段时间你就当放假了。前段时间那么辛苦，也是时候该休息休息了啊。我知道了。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女儿。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来求他。大小姐，老爷说他不想见人。大小姐，没事，遭遇了。大小姐，老爷他们晚上要去南京坊吃饭，我可以去那里找他。但是你千万别给他们说是我告诉你的。我知道，谢谢。真的谢谢。瑶瑶，你爸知道你爱吃煎鱼，每年都会派人去日本料亭会竞拍第一尾回游的初煎，还不赶紧尝尝？爸，你对我可真好，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女儿，我会对你好，对谁好？妈妈你也吃。听到温还每天神神秘秘的在梦瑶吃这种破餐厅，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温如海的车，这局怎么样？是。你怎么开的车？小姐，这我小小，温小小，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啊？都跟到这儿来了。今天是我跟爸妈的家庭聚会，可不欢迎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造谣的帖子给我删了，我还真不走。你要是不怕上新闻，我就慢慢跟你耗着。你这……来呀，上车。耍赖也好，丢脸也罢，今天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做个了结。温瑶，你要么今天从我身上撞过去，要么你就把帖子给我删了。老许，开车。小姐，我说开车。是。不可能，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总不可能偏心到这种地步。这次就是给你的一点教训，下次别再跟我作对。一回来就惹是生非，还不如死在外面。走。温小小，早在6年前，你就该学会不对他们抱有任何期待，难道不是吗？温小小，安安还在医院等你，你绝不能认输。刘主管，你不要相信我这个谣言，我可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尾款我可以给你打8折。折什么折呀？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只知道剽窃的摄影师，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下周你把定金还给我，不然我去法院告你去。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求这种人有什么用？不分主次。刘先生，
刘主管，刘主管。温小小，逃避也没有用。网上的舆论如果得不到解释的话，公司会直接终止对你的那个。像你这种只知道剽窃的摄影师，根本就不值这个价。下周你把定金还给我，不然我去法院告。网上的舆论如果得不到，公司会直接终止对你的那个。说话。别得寸进尺，至于一点调研而已，就给你下成这样。已经下了定金的项目，现在都找我毁约，还让我退定金。如果穆商再停止跟我的合作，那我就彻底不可能凑够安安的手术费了。那就想办法澄清，脖子上长这么大个脑袋不知道用，把它留着卖是什么？谁说我没想了？那网上说我剽窃的照片，那就是我自己拍的。我只是现在找不到底片，我想了各种办法，我都找不着这张底片。我有底片。什么？我说我有底片。瑶瑶，顾少爷来找你了。欲罢不中留啊！我看你们还是早点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省得顾少3天2头的往我们温家跑。爸，别说了。温小小呢？温小小呢？他不服管教，离家出走了。从今往后，我温如海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啊！如果还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替他向顾少道歉。离家出走，温小小，那一晚就那么让你赢我？这个能给我吗？这个是之前温小小留下的，本来我们都打算扔掉了。当然，你要是喜欢的话，当然可以。这款型号有点老了，顾少要是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个新的送给你。没关系，这个就行。哇塞，这真是我以前的相机。不过我的相机怎么在你这儿？温家给我的。也是，温如海一直认为我故意接近顾景晨，偷拍他的照片，估计是拿去给他赔礼道歉吧。哪想到，其实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谢谢顾总，我现在就拿底片去拆件。我又帮了你一次，准备怎么感谢我？准备怎么感谢我？顾总，你放心，我保证让你印象深刻。温小小，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宝藏。吃饭的地方有点偏僻，地铁到不了。喂，你到底去不去啊？你这座位有多久没擦过了？还真讲究。行了吧？其实也可以坐我的车。叫，
我请客，我说了算。像上次那种888一只龙虾的超标消费，我绝对不允许再发生。这个温小小，对我真是敷衍。做好了啊！魏小小，你确定这个真的安全吗？当然，只要你抱着我就足够安全。这种廉价的交通工具，好像也还不错。温小小，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居然就只请我吃一碗馄饨。小伙子，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家的馄饨可是很美味的。就是，谁会嫌这海味你没吃过？但是这么好吃的馄饨，我还是第一次吃。好了，那尝尝，尝尝。怎么样？还不错。这真好吃。哎，这小伙子呀，不仅人长得帅，而且还很有喜欢。小小，第一次见你带男的过来，是你男朋友吗？不，老板娘，他是我老板，不是我男朋友。那更好啊，年轻有为，而且还愿意陪你来吃路边摊，你得好好珍惜。我跟顾景琛，虽然他这次帮了我，但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就是温瑶为了他才搞出来的。不行，我还是得解释清楚。老板娘，你还是少在那个盒马剧场 APP 上看本剧吧。上面虽然有很多海量优质免费的短剧，但是看多了确实是很复杂。我跟我们老板那是清清白白的上下级关系。顾总，老板娘是开玩笑的，你不用放在心上啊。过来。给我擦嘴。你是皇帝吗？还要我给你擦嘴？真难伺候。好。不过，睡都睡了，真是那么清清白白的关系吗？睡都睡了，真是那么清清白白的关系吗？还是说你不想有别的关系？温小小，说你晕泡汤，谁让你玩？顾总，你脸上有蚊子。温小小，真有，你看嘛。顾总，不是说好了我请你吗？我还没沦落到让你个穷鬼来请吃。哎，顾总，顾总，顾总，顾先生刚刚不是想亲我吗？在这个小小的流传，死渣男！还好吗？还是我们瑶瑶有办法。那个温小小啊，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了。哎，你是没有看到他上周来求我的那个样子。
真是可怜。那当然了，温叔叔啊最疼你了，怎么可能帮他呢？什么？这怎么可能啊？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这顾氏官方发了通告，拿出了那张照片的底片帮温小小澄清，现在底下的风评全变了。你说什么？顾氏官方帮他澄清？对呀，你看，这怎么可能呢？你看，我就说温小小去公司就是为了勾引景琛，不然顾氏公司为什么帮他澄清啊？过了这么多年，那还是不知悔改。我看曲文赶紧把她嫁给别人，她才能永远死了这条心。放心，绝不让任何人妨碍我的宝贝女儿。现在在哪儿？大小姐除了公司，最频繁去的地方是医院。医院？去查清楚，她在医院做什么？梁医生，梁医生，医药费我已经缴齐了。我知道，你能凑齐这笔钱很不容易。别担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的。谢谢你啊，顾夫人，您放心，顾总这几次检查呀，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就好。哎，那不是我准儿媳吗？想不想妈妈？妈妈，我准儿媳竟然已经有孩子了！我的天哪，顾景琛这个畜生东西，不会给别人当小三吧？不行，我等他回来得问问他。顾总，顾总，我看您今天状态不太好。再说了，天也不早了，要不您早点回去休息。事情既然已经帮他解决了，明天中午继续让温小小过来挑菜。那个温小小请假了，这几天都不来公司。请假了？这个温小小一天到晚究竟在忙些什么？没事吧？表哥，我真没想到，你这铁树开花，不开则已，一开惊人呐！哎呦，这怪我啊！之前呢不该那么刺激你，没想到这么豁得出去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景琛呐，要是人家没结婚，妈妈支持你自由竞争。但是你孩子都有了，你总不能做出那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事吧？温小小有孩子？你别给我装啊！我亲眼看见一个孩子抱着他喊妈妈的。小孩几岁了？看上去的话，大概4、5岁的样子。那天我都看到你发信息了，你未婚先孕，孩子都几岁了？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我以为我再见到他了。哎，不是哥，你怎么这个反应啊？你该不会也被蒙在鼓里吧？我现在就找他问个清楚。明天就要手术了，怕不怕呀？有妈妈陪着，安不怕。乖。这干什么？他们是谁？安不怕。他们是谁呀？爸，妈妈在。你看吧，他果然是有小孩了。
温小小，没想到你被赶出温家，还不知悔改，未婚先孕，我们老温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我生下我自己的孩子，对他负责，我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还敢顶嘴！虽然你总是冥顽不灵，但我跟你爸也不能一直放任你这样下去。你这个年纪也该嫁人了，这孩子呢，也不能总是没有爸爸，对吧？你们想干什么？哎呀，爸偏心，给你寻了一门好亲事，王家二少爷，你知道吗？人家不嫌弃你有这个小孽种，愿意娶你，所以啊，我们今晚就把你送过去，跟他入洞房。王家二少是出了名的变态，他是因为先天阳痿，所以才不嫌弃我有孩子。温如海，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女儿？别跟他废话，带走！住手！住手！松开！这里是医院，孩子有心脏病，干什么呢？大夫，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用你管。滚！必须滚！姓温的，6年前你就把我赶出温家了。上周我去你家找你的时候，你把我当家人了吗？你现在跟我说家事，你学川剧变脸的吗你？你现在简直就是疯了！对，我就是疯了。你要是现在敢把我强行拖到王家，我就把姓王的眼珠子挖出来，我看你们怎么跟王家解释。你好，温小小，只要你肯乖乖的嫁给王家二少，我就可以重新挑明把你的母亲迁回祖坟、编入族谱的事。你不是最在意你那个死了的妈妈，现在也算如愿以偿了。我和妈已经让了一大步，温小小，你识相点，就赶紧跟我们走，别得寸进尺。小小，妈妈，我呸！我呸！你敢这么对你的父亲？根本就不配为人父，也不配为人父。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儿，我不希望被温瑶母女纠缠雀巢。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希望我母亲生生世世都不要跟你们温家有半毛钱关系。我。没事，妈妈在，怕啊不怕。林医生，你能不能先把安安带到其他房间去休息？可是你，这我会处理，放心，我没事。安安，来，跟梁叔叔走啊，去，妈妈一会儿来找你，去。你们大费周章的把我嫁出去，不就是疑神疑鬼，怕我勾引顾倾城吗？对吧？等安安做完手术，我就离开历城，永远都不再回来。你之前就赖着不走，我现在凭什么相信？你这个小野种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对吧？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敢动我儿子，我跟你没完！这家医院应该是顾氏集团投资的吧？我跟他们郝院长很熟的。如果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明天的手术我就让你做不成。不可能，手术费我已经缴齐了。
梁医生，他肯定会给安安做好手术的。哦，看来上次刘珊的事情没有让你长记性啊。好了，看清楚了，这是不是郝院长的电话？喂，是温小姐吗？郝院长啊，是我。哎，对了，明天上午你们是不是有一台心脏手术要做啊？患者的名字叫温逸安。怎么样？现在你信了吧？妈，你好好想清楚，想清楚了就把这个东西签了。被王少玩过的女人不死也废了。温小小，你就算之后逃出来，也无济于事。只要撑过今晚就可以了。我不能用安安去用这个戏。好，讲。温小小，温小小，不疼，是你啊，温小小的，那我要见他。神手，神手不在，你是被他们家人带走了。听着，小风去。有人通知王家，谁都不许用小小。顾总，查到了，王家二少前段时间不小心玩死了一个女人，虽然找人帮他们顶了罪，但还是走了裸辞。王家只能急着娶妻来平息风波，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变态，根本没人愿意把你留下。温爱，真是个畜生！喂，不要命了！知道这是谁许签的车队吗？我也想知道是谁这么不要命。动物。我也想知道是谁这么不要命。干动物。您是顾总。什么？好，明白。还不快给顾总让路！小小，我还没同意你嫁给别人。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换了个地方不臭了？还香香的，这二少爷还挺会生活。是二少爷吗？真是不知死活，叫的还挺亲热。光听声音不像个变态啊，倒是有点像顾景琛那个冷血无情的资本家。哎，等一下，等一下。二少爷，既然我们要做夫妻，不经一时嘛。我今天没洗澡，身上臭臭的。明天再说，明天再说。臭！干什么？变态，绝对不会让你。顾景琛为什么会是顾景琛？是他救了我，他为什么会救我？那他刚才是在做什么？妈，看见是我，应该是我。没有，我不是嫁给的是王家二少。王家二少的手里刚刚死过人，看来你迫不及待要做下一个。死过人？什么都不知道也敢签字，真不知道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当然了，
如果你舍不得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放你。不，我没有，我不介意。顾总，你就是当代观世音转世弥勒佛，难得一做大善人。今天你救了一条狗，来世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不对劲，顾景琛今天太不对劲了，趁他还不知道这是温瑶的手艺，我还是赶紧回医院找安安吧。是啊，不过来日方长嘛，这种大恩以后慢慢报。那个顾总，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休息了啊。林小巧，你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说什么实话？我又没有骗过你。再嘴硬！我和你之间是不是有？我和你之间是不是有个孩子？我就说顾景琛怎么突然这么好心，还跑来救我，原来是因为他知道了安安的存在。胡说，你胡说八道！在医院有个小孩叫你妈妈。不，我不能让他抢走安安。如果温瑶知道这件事，就更不会放过安安了。寄人篱下，看后妈继妹脸色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我绝不允许安安也过这样的生活。对，我是有一个孩子，但是跟你又没有关系。6年前那只是一个意外。再说了，那也不能证明安安就是你儿子啊！而且安安才4岁，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把他身份证给你看。我不信，根本没结过婚。我没结婚，因为孩子的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为别的男人这么伤心，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孤儿寡母受尽凌辱，还有那个刘主管，也是因为这个欺负我的，还有温瑶，他欺负我也就算了，还欺负安安，安安才那么小，就受了那么多的罪，我就保护不了他。这些年你在外面这么不容易，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回来找我？找你干什么？敲诈吗？顾氏集团的法务又不是吃闲饭的。果然，他对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感情。顾总，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照顾安安了。不过，无论他再怎么惦记那个前夫，人都已经死了。还要干嘛去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把人家姑娘抢回来的。顾景琛，你脑子给我清醒点，他儿子都有了。去问一下，还有，他的爸爸已经死，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子吗？就抱着。顾总，这么晚，您真的要求文家？顾总，您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我不愿意细想，他曾经被另一个人占有，已经和另一个人相爱。这些年，我们孤儿寡母受尽欺凌。你看那个刘主管，就是因为这个想欺负我。他要是还活着，我们母子2个也不会过得这么委屈。但是我可以想象，他这些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突然不想再等了。什么？温小小跑了？那王家的人亲自去接的，那怎么还能让他跑了呢？是顾景琛亲自拦的车，他还逼王家2少自首，要不然大少他们也别想保得住。王家现在
要跟咱们翻脸了。顾景琛，温小小，你个贱人，都凭什么？瑶瑶，你冷静一点。景琛这么多年都一直对你有好感，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变心呢？爸，我这就去找顾景琛。不用了，不用了。温伯父，顾少，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这做什么？温伯父应该很清楚。顾少，你可千万不要被温小小那个贱人给蛊惑了，好歹也要顾及一下你和瑶瑶这么多年的情分呀。情分？我一直以为那都是单方面对我的骚扰。你胡说！你明明之前是喜欢过我的。是啊，顾少，你忘了之前你是怎么3天2头往我们温家跑的呀？温小小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温家。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温小小，你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可能呢？这简直是荒唐啊！不管温小小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也不能这么不把我们瑶瑶放在眼里。爸，我相信景琛肯定是一时糊涂，等他想清楚了，他会明白他是喜欢我的。就是，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温小小那个连自己都不会打扮的土丫头呢？一定是温小小故意勾引他的。温小小从小就妒忌心极强，什么都要跟瑶瑶抢，就像当年偷拍你的照片，想要勾引你，幸好被我发现，把他赶出了温家。顾少，你可千万不能再上他的当啊！说什么？所以温小小不是在离家出走的，是被你们赶出家的。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也是为了你和瑶瑶的感情着想啊。那张照片是我让温小小给我拍的。你该拍照片了，可以给我拍一张。温小小，你敢勾引景琛，你给我等着！ 지친 너의 곁에서 내가 빛이 돼줄게 I promise to you 기억해 Because I know 네 눈을 보면 날 가득 담은 universe 물고기 你耳朵红。 I know 一直以来，都是我喜欢温小小，故意接近她，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自己亲生女儿赶出家门。既然你这么不想要温小小是个女儿的话，那就把她签了。亲子关系断绝书，亲子关系断绝书，顾少，你这什么意思？温伯父对自己亲生女儿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温家不想养，那就顾家来养，这简直是胡闹！我绝不可能答应，我可不在跟你商量。你，温先生，听说最近温氏经营的不是特别好，您把所有的宝钱都压在陈江那块地上，但只要顾总不想让您拿，也就一句话的事儿，还希望您考虑清楚。
只要是他的，那就都可以。妈妈，我伤口也痒，我想哭哭。不行，刚做完手术，找抽是不是？你不是说做完手术什么都行吗？那你就当长个记性，大人说的很多话都是骗人的。小陈，你怎么来了？要不然咱们出去说。为什么要出去说？叔叔，他是你儿子？他是我爸爸。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爸已经死了，别瞎说，都不是呀。顾总，小孩子不懂事儿，乱说的。你跟我出来。哦。顾总，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放心，我就请1周的假，很快就回去工作的。温小小，你紧张什么？我紧张吗？我不紧张，我紧张什么？我已经问过院长了，你儿子得的是遗传性心脏病，跟我性不同调。巧合，都是巧合。更巧合的是，我在1个月之前见过你儿子，那时候他穿着丧服，他说我和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你要不要好好解释一下？顾总，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有些难以启齿。又想到什么理由啊？先来听听。其实那个时候我有那么一羞羞的暗恋过你。哦，是吗？啊！所以我后来找的所有的男朋友，我都是按照你的标准去找的。这么巧，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心脏病也跟我一模一样。温小小，你当我是傻子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像了。那他是一个小孩子嘛，没有什么分辨能力。不过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喜欢了。你要是介意，我可以立刻离开木上，然后消失的远远的。那倒也不至于。不过既然这么想，我可以做他爸爸。以及你可以继续喜欢我。不行，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不能留安安一个人在房间，我先回去了。顾景琛这个渣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今天这是又吃错了什么药了？先回去了。梁医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来给安安说一下，等她病好了呀，就带她去游乐园。不必了。手术前我已经跟安安拉过钩，答应她带她去。梁医生手底下这么多病人，应该忙不过来吧？没想到顾总这么清闲，有空带别人的孩子去游乐园。
在我眼里，安安就是我的孩子。哎，我还站在这儿呢，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哦，小小，来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说一下安安需要注意的忌口。哦，来了。这种话也能把你给骗出去了，怎么还是不长脑子？叔叔，你是在追我妈妈吗？嗯。你放心，我不仅会对你妈妈好，也会对你好的。真的？嗯。等我出院就带你去。一言为定。嘿嘿，顾叔叔。哎呀，有没有想我？想啊。妈妈没回来吧？放心，我让他的领导给他加班了。那就好。我告诉你啊，虽然妈咪看着不在乎，但外公对她很不好，她很渴望家庭的温暖。你亲手给她做一顿饭，比什么大餐都要打动她。好，我来之前啊，特地学了几道菜，保证都是你跟你妈妈爱吃的。顾叔叔，这就是我爸爸，是不是和你长得很像？顾叔叔，你怎么了？温小小。顾总，不对，我一定进错家门了，我重新进去。这个安安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顾景琛也是，装什么家庭主妇？我看他就是还没有完全打消对安安的怀疑，想跟我抢儿子。别去了。是不是想找这个？骨灰盒、殡葬队都是给我准备的。顾总，我可以解释的。我跟安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佳琪的，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对不起，顾总，我不该骗你。你能不能不要跟我抢安安的抚养权？你跟温瑶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不想让安安寄人篱下。起来，伸手。明天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我们去登记。从来都没有什么温瑶，我喜欢的一直是你。我也很惊讶，我居然会喜欢一个这么蠢的人这么多年。但是如果可以，我并不想换一个人喜欢。这个信息量有点大，我可能需要缓一缓。这打算抱着一盒过期奶粉去哪儿？我去把它倒掉，说不定以后还能用到呢。温小小，不就是一张证吗？至于这么高兴？哎呀，我只是懊悔呀，我怎么这么冲动就领了结婚证？这下彻底跑不掉了。哎，温小小，
骗你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이제 그대